24年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美剧《大地永存》今日上线。试问，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只剩你一人还活着，那么你又该如何应对呢？故事开始，男主尼克是一名隐居森林的地质学家，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提着工具去采石场做研究。这天，他拿着一块矿石正在揣摩时，支撑的右手却被一条毒蛇咬到。刹那间撕裂的疼痛让尼克浑身发抖，他赶紧拿出刀子将伤口划破，然后用嘴把毒液吸了出来。此时整个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，他也不得不离开现场赶回小屋。在一路跌跌撞撞的狂奔过后，他终于在丧失意识前回到了住所。随着毒素开始侵袭全身，他的视线渐渐地变得模糊，直至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。当天晚上，恍惚中的尼克好像听到了敲门声，而且还有直升机盘旋的声音。他本想挣扎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，可毒素还未散去的身体仍旧无法动弹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痛苦的尼克似乎是被肚子饿醒，他艰难地爬下床，喝了几口水，紧接着又一次陷入了重度昏迷。时间一晃过去了整整21天，尼克体内的毒素总算是消散完毕，他的身体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在洗漱整理了一番过后，尼克决定到镇上去采购一些食物。此时他的车子已经布满灰尘，但所幸的是还能启动使用。从俯瞰的视角来看，尼克的身影显得无比孤单，整个小镇也只有他的车子在跑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已然发生了变化，只是尼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当看到地上躺着的干瘪尸体，显然对方已经死去了很久。此情此景不禁让尼克感到吃惊，他急忙查看周围的环境，这才发现到处都是躺着的尸体。注意到广场中有个提示牌，上面闪烁着几句话：全球爆发了可怕的瘟疫，提醒所有市民做好防护措施。联想到自己仅有的亲人，尼克随即朝着父母的房子奔去。一路上他没有见到任何人，也没有见到任何车辆。抵达后，这里静悄悄的一片死寂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扑面而来。尼克急忙来到房间呼唤亲人，却赫然看见父亲已经死在了床上，母亲也在小房间服药自杀。如此打击让尼克根本无法接受，一度让他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痛定思痛的尼克决定掩埋父母。他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，然后把2位老人葬在了一起。随后，尼克来到小镇的其他地方寻找幸存者，可所到之处都是静悄悄的，毫无生机。刚刚踏入教堂的一瞬间，眼前瘆人的场景令人啧舌。这里的所有人全都死了，他们一个个看起来面无表情，似乎死的时候也并未太多痛苦。很显然，所谓的瘟疫来得非常突然，人们根本来不及反抗便全被收割。作为一名地质学家，尼克能理解这种灭世灾难必然会发生，但他却没想到却是如此的恐怖如斯。既然在小镇里没有发现幸存者，于是尼克决定到附近的大城市去看看。之后再次回到小镇的超市中心，尼克零元购了一批生存物资，其中包括必备的武器和工具。在路上，广播里不断传来了关于疫情的坏消息，似乎它正在急速吞噬着人类文明。很快，尼克来到一座巨型吊桥，但这里好像被堵住了去路。下车后查看地上有士兵的尸体，看样子是政府在刻意阻止人们过去。No!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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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ke up, Bishop! Wake the fuck up! 此路不通也没有办法，尼克只好另寻新的出路。傍晚时分，车子一路奔驰来到了最近的拉斯维加斯，这里灯火通明，无比耀眼。可此时此刻却没了人类的影子，望着眼前五光十色的霓虹闪烁，尼克甚至有一种做梦的感觉，冷冷清清，毫无生机。昔日辉煌的赌城在此刻俨然成了鬼城。尼克随便走进了一家酒店，可这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机器的声响。平时座无虚席的博彩大厅，现在也只有他孤零零的身影。既然没了其他人的干扰，尼克索性找了一间豪华公寓，然后舒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。之后他光着屁股来到酒吧，打算在这里饮酒作乐，潇洒一下。然而眼前出现的一男一女打破僵局，原来偌大的城市里还有其他幸存者。通过交谈，尼克这才知道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。在他中毒昏迷的21天里，有一种致命病毒席卷了全球，以至于让人类几乎被彻底消灭。女人说自己和男人并不认识，她也是四处寻找幸存者才碰到了一起。现如今他们3个还能活着，只因他们的身体可以免疫这种病毒。第2天，女人的情绪看起来有些悲伤，她认为自己活着倒不如死了好。而现在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这时男人端着食物走了过来，待到坐定以后，男人说这里的食物还能坚持一段时间，他邀请尼克留下来一起生活，届时没了食物可以决定自行了断。尼克听后没有多说什么，但言语中已经表露不想留下来。他还想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多的幸存者。随后，尼克找到女人，想带她一起离开，可女人却拒绝了。她说自从自己的亲人死了以后，她对这个世界再也没半点留恋。其实今天的午餐就是她的最后一顿。而就当尼克刚刚离开酒店，他身后便传来了一声刺耳的枪响。很显然，2声枪响代表了女人自杀，而留下的男人也不想苟活。如此残酷的现实让尼克几乎崩溃，他将车子的速度踩到最高，可这也未能让他发泄出心中的苦闷。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条小狗，一瞬间让尼克冷静了下来。望着眼前孤苦伶仃的小狗，尼克在心中萌生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他随即给狗子起了一个名字幸运，并带上它朝着更远的地方驶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尼克没有找到新的幸存者，于是他随遇而安回到老宅住了下来，然后和幸运过起了一人一狗的生活。故事到这里看似已经结束，但实际上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时间一晃来到了1年后，此时尼克早已习惯了没有人类的日子。虽然有时候还会出现情绪崩溃，但很快他又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这天，尼克惯例站在窗前看风景，却猛然发现不远处有个屋子冒起了烟。虽然从目测来看距离并不算远，可男主尼克还是开车跑了许久。众所周知，在末世必须有一把好武器，然而尼克拿的却是一把小巧的镐头。Stay right where you are. 女人名叫黑姐，她将尼克领进了自己的家里。通过交谈，尼克这才知道对方一直在寻找同类，但可惜的是，他找了1年也没发现人的影子。最近刚刚来这里，还未熟悉环境，却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找上门的尼克。当听完女人的讲述后，尼克提议让她搬过去和自己住，这样一来多少有个照应。或许是长时间没见过男人，黑姐的表情甚至出现了一丝羞涩。次日清晨，黑姐带上自己的所有装备，然后决定搬去和尼克一起生活。这个小镇是尼克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因此每个角落他都无比熟悉。很快来到了原来的老宅，整洁的房间让女人赞不绝口。随即检查所剩的生存物资，而冰箱里的食物早就过期了。之后，尼克带着黑姐来到小镇的超市，这里能满足他们的任何需求。尼克只顾着弄些食物，黑姐则细心地找了一些药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超市里的尸体似乎还未腐烂彻底，即便是过了1年，仍旧味道很大。这时，尼克兴奋地说发现了新东西，原来超市里还有太阳能电池板。黑姐打趣说，倒不如搬来这里住。他感觉超市好像是为末日而建的。来到外面，尼克表示等下他要搬走太阳能电池板，因为此时的世界早已没了水电供应。傍晚时分，尼克第一次吃上了可口饭菜，并和黑姐讨论起了这场灾难。从目前得到的观察来看，整个世界的人类似乎全都死了，可除了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却还活着，因为现在没了喧嚣的干扰，有的动物甚至跑到了街道上。尼克说他们可能和这些动物一样，基因中都有着奇特的免疫分子，联想到自己之前被毒蛇咬了一口，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两人自此过上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尼克开始研究如何安装太阳能电池板，有时候还会去江边钓鱼改善伙食。不久后，屋顶的工程终于有了形状，黑姐也在院子里种出了珍贵的蔬菜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两人的关系渐渐地变得密切，直至他们的眼神中迸射了爱的火花。在经过了1夜的缠绵过后，尼克多年来的身体还是被掏空了。第2天，幸福的两人一同望着前方，俨然一副你侬我侬的热恋模样。就这样，尼克和黑姐在机缘巧合下成了一对情侣。时光匆匆一晃而过，时间不经意间来到了半年后。这天，黑姐兴奋地说了一个好消息，原来她怀上了尼克的孩子。听闻此话的尼克不但没有开心，反而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No hospitals, no doctors, no safety net. 一种无力感让尼克备受煎熬，他担心黑姐如果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么剩下的他会比死了更加痛苦。尼克已经失去了自己最爱的父母，他自然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。黑姐说，只有延续生命才是活下去的动力，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。经过讨论，两人最终来到了小镇的图书馆，并翻找了一些接生孩子的书籍。所幸尼克曾是一名地质学家，他的学习能力足以吃得透书中的知识。随后两人又零元购了一些生育物资，他们要事无巨细地做好每一个环节，毕竟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会很危险。没过多久，黑姐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家里的食物已经无法满足她的营养，现在的食谱至少需要一些肉类补充，以此才能让孕妇的身体达到最佳。聪明的尼克很快想到了办法，他拿上猎枪来到附近的农场，然后找到了一群正在吃草的奶牛。因为是第一次近距离猎杀动物，尼克用了很大勇气才扣动了扳机。之后他要对尸体进行分割，可面对庞然大物却是无从下手。不过还好自己携带了书籍，一本手把手教他如何解剖牲畜的书籍。回到家后，黑姐对尼克的功劳夸赞有加，她又一次见证了尼克在末世的成长。然而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次的猎杀事件却招来了一场灾难。第2天，尼克研究了半年的太阳能终于安装成功，他们也顺利启动了家里的冰箱。这时黑姐在厨房里发现了老鼠的踪迹，看个头显然比普通老鼠还大。联想到他们刚刚宰杀的奶牛，尼克立刻意识到老鼠一定是闻到了腐肉。当天晚上，整个小镇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似乎街道上正有一股力量席卷而来。很快，窗外传来了狗子的叫声，尼克随即看到了惊恐的一幕，只见外面到处都是老鼠，而且来的方向正是自己的房子。事不宜迟，将家里的米面进行烧毁，当然还有未吃的牛肉也扛了出来。黑姐本想用猎枪击退靠近的老鼠，但这种方法根本起不到作用。随着涌现的小可爱越来越多，两人只好退回了房间。尼克找来胶带开始密封窗户，至少暂时能挡住密集的围攻。这时屋外又传来了狗子的惨叫，原来刚才两人回来时把他忘在了外面。迫于无奈的尼克只好撕开胶带，然后冲出去将狗子救了回来。而正是这短短几秒的开门，屋子里瞬间跑进了10几只大老鼠。接下来的尼克只好四处敲打，堪勉强和黑姐熬过了一夜。第2天一大早，外面的鼠群已经消退，可街道上却成了猫咪的天堂。看来最基本的生态系统还算平稳，尼克紧绷的神经也总算缓了下来。
几个月后，黑姐终于迎来了临盆的关键时刻，然而命运却在此刻开了一个天大玩笑，孩子的胳膊竟然被骨盆卡住了。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调整婴儿的姿势，那么黑姐和孩子的处境会非常危险。初次接生的尼克十分着急，于是不得不按照书上的指示，然后大胆地伸手调整了婴儿的位置。经过两人的一番努力，末世的第一个人类终于诞生了。苦尽甘来的幸福让人欣慰，但他们还是对未来充满了不安。两人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寓意是让她在将来成为人类的希望。随后，黑姐在小镇的中心留下了一句话，内容是他们居住之所的详细地址。时间一晃来到了疫情爆发的第6年。这天，男主尼克搜集食物回家，却不小心在半路撞到了东西。下车后查看，让他惊出一身冷汗。地上躺着的竟然是一头美洲狮。请注意，这个狮子是一个伏笔，它在之后的剧情还会再次出现。眼看狮子的样子就快死了，善良的尼克决定结束他的痛苦。这时，旁边的丛林中传来声响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个陌生女孩。尼克见状想都没想便追了过去，毕竟这是他几年来见过的第一个幸存者。很快，前面的女孩被迫停了下来，她不言语，直勾勾地盯着尼克，生怕下一秒的对方也会拿枪对着自己。为了让女孩放下戒备，尼克保持距离，说自己没有恶意，也愿意提供食物和住宿。或许是女孩有过可怕的经历，最终她还是拒绝帮助，扭头走了。沮丧的尼克原路返回车子，却意外发现地上的狮子不见了。如此情形不禁让人感到诡异，难道是其他动物把尸体叼走了吗？回到车上的尼克警惕地观察四周，心中也自然担心起了女孩的安危。所幸此时的女孩从树林走了出来，尼克则赶紧扔给她一个苹果。在末世，任何东西都没有食物珍贵，而这也似乎让女孩放下了戒备，依旧是没有言语爬到后车厢。很显然，她已经默认了尼克的帮助。回到家后，妻子正在教育2个调皮的孩子。看样子他们这几年又创造了新生命。从黑姐隆起的肚子不难推测，尼克的第3个孩子就快出生了。这时躲在车厢的女孩不肯下车，她的神情又恢复成了戒备模样。尼克表示能理解此刻女孩的心情，他先是温和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人，然后告诉她可以先待在车上再做观察。回到房间，尼克将今天遇到的情况讲了一遍。他认为女孩可能经历过可怕的事，因此看起来像是患有应激障碍。此番回答得到了胡子哥的认可，而他正是几年前来到小镇的幸存者。谈话时，胡子哥的妻子莫林走了进来，不禁好奇询问现在的女孩在哪儿。傍晚时分，女孩还是蜷缩在车上不肯下来。几个大人见状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坐在车的旁边陪了她很晚。第2天，莫林端了一些食物过来安抚，却没想到女孩的反应极为强烈，挣扎中她的手臂露了出来，看烫伤的痕迹像是被人虐待过。秒懂的莫林立刻展示了自己的胸口，表示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因此他能理解女孩内心的害怕和担忧。在莫林耐心的劝慰之下，女孩终于接纳了这个新环境。随后，莫林领着她进了一个房间，并为其放了一池热水供她洗澡。而就当趁着女孩洗澡的间隙，莫林打开了她随身携带的背包，以此想了解一下女孩的信息。最先拿出来的笔记本非常奇怪，里面的内容竟然十分诡异，直至看得莫林心里有些发毛。与此同时，尼克带着胡子哥回到了之前路过的丛林，谨慎的他也想弄清楚女孩的身份。依据这里距离小镇还有很远，加上当时女孩的身体状况，尼克认为她必然在这里有个住所。果不其然，两人很快发现丛林中藏着一间木屋，而里面的确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看到墙上贴满了阴森的图画，尼克没有多待，便匆匆离开了丛林。当天晚上，莫林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大家，且还在书包中翻到了一封信件。写信的人声称是女孩的母亲，她说女儿的名字名叫伊维。本来他们是一个幸福之家，可末世后的丈夫却变得非常残暴，甚至还将愤怒发泄在了女儿身上。母亲还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所以她无法再保护女儿，也希望看到信的人能好好对待伊维。听完莫林的宣读，在场的所有人不禁为之动容。几个月后，尼克的第3个孩子终于诞生，这一次的宝宝是个儿子。尼克给他起了一个与快乐谐音的名字乔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黑姐的基因十分强大，连续3个孩子都是黑色皮肤。时光匆匆，很快过去了整整1年，小小的乔伊已经变得十分可爱。他的出生也给大家带来了无尽快乐。然而平静的生活还是被人打破，房子周围的机关突然发出了警报。意识到有陌生人闯进了领地，尼克急忙让莫林带孩子躲进房间，自己则和其他人拿上武器查看。他们怀疑是伊维的家人找上了门，因为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大可能性。片刻后，黑姐看到一个身影一晃而过，可她刚瞄准就被人大声呵斥。定睛再看时，正前方出现了3个人，为首的女人请求黑姐不要轻举妄动。经过解释，原来他们有个小男孩走丢了，却没想到竟然触动了尼克设下的警报。这时有个男孩从他们后面跑了过来，显然对方的讲述没有撒谎，通过交锋判断双方都没有恶意。于是尼克将他们几人请进了自己的院子。众所周知，在末世最可怕的是人性，因此尼克要确保来的人都是安全的。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名叫莫林，她表示自己是华盛顿的一名外科医生。末世来临后，周围的人慢慢的全都死了，迫于无奈的她才不得不离开了城市。之后她遇到了坐在后面的夫妇，包括那个小男孩也是这对夫妇的孩子。
他们几个人之所以能找到这里，也同样是看到了小镇中心的提示。当听完对方从头至尾的解释，尼克始终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。此刻的他已经不是疫情第1年的男人，他要为这里的人谋取最大的安全。聪明的茉莉询问能否留下来生活，热心的黑姐则立刻满口答应。There's a place next door. 待到茉莉几个人离开后，尼克抱怨妻子的提示是该抹掉了，整整7年了还能招来新的幸存者。次日清晨，尼克给大家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。现在整个院子一共有7个大人5个小孩，因此他们必须到小镇去搜刮一些物资，毕竟多出来的人口一定会让储备紧张。除了黑姐在家照顾孩子，剩下的6个人分别组队进行。接下来要搜寻的包括罐头食物和太阳能板，以及一些不会过期的清洁物资。另外他们已经有半年没有进过小镇，鉴于现在流窜的野生动物非常多，因此大家必须提高警惕。稍后时分，一行人驾驶3辆车来到了指定地点，而这里竟然出现了一头水牛。尼克解释说，这头牛一直都在这里，它没有攻击性，且只会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。众人听后哈哈大笑，没有多想，随即各自朝着周围的商铺搜刮起来。尼克带着男人来到了一家便利店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，但这里仍有一些物资可以拿来使用。同一时刻的茉莉选择了单独行动，她悄悄来到附近的一家医院，然后开始了地毯式搜索。身为外科医生的她自然十分清楚，医药物资绝对比食物更加重要。只可惜大多数房间毫无收获，显然尼克已经搜刮过这里。这时他发现有一间上锁的房门，茉莉立刻想到这必然就是药房。恰在此时，有只小狼走了出来，一下子让气氛瞬间变得十分紧张。冷静的茉莉没有丝毫慌乱，她小心翼翼地摸到一个灭火器，随即拧开吓走了眼前的玩意儿。走出医院，满载而归的茉莉整了一大包药品。尼克见状赶紧跑了过去，他对女人的做法有些生气，因为他没有按照指示去搜集物资。可当尼克得知自己拿的是药品时，也不禁吃惊，为何还能搜寻这么多？毕竟他和胡子哥已经去过那里。茉莉解释说，每个医院都有一个备用药房，目的是防止零元购的抢劫。见此情形的尼克只好夸赞，看来末世的每个人都有独特本领。当天晚上，大家开心地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欢乐的气氛根本不像末世的样子。或许他们都是因为经历过失去的痛苦，所以才会在此刻倍感珍惜。时光荏苒，光阴如梭，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很多年。这期间，莫林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不禁让喜添新丁的胡子哥十分感慨。他不仅庆幸自己又当了父亲，还对拥有尼克这样的朋友心怀感恩。另外，茉莉的女伴也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他的儿子也从此多了一个新伙伴。现在的大家庭一共有14个人，且刚好是7个大人7个小孩。随着尼克的狗子越来越老，时间一晃来到了疫情爆发的第14年。此时有的孩子已经堪比大人，而大人的脸上则写满了岁月。纵使活下来的人都受到了命运的眷顾，但衰老依旧伴随着他们从未离去。这天，尼克带着小儿子乔伊来到图书馆，他像往常一样教育儿子认识世界。聪明的乔伊也认真地学习着每个知识点。不久后，父子俩听到窗外雷声滚滚，原来1年1度的暴风雨又来了。当他们驱车赶回家时，头顶的大雨已经变得更加肆虐。来到房间的尼克突然发现狗子不见了，于是急忙跑出来呼喊他回到身边。然而在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后，尼克还是看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一幕：狗子竟然被一棵大树砸死了。这条犹如家人的狗子名叫幸运，它足足跟随尼克14年，但没想到却是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或许是没了幸运的陪伴，尼克从此以后再也没了幸运。隔天，尼克在看着小儿子玩耍时，旁边草丛中突然窜出了一只美洲狮，眼见儿子就要面临危险，尼克当即冲上去挡在了前面。刹那间，狮子对着尼克就是疯狂撕咬，密集的攻击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尼克本想摸取掉落的锤子，但恐怖如斯的力量几乎将他撕碎。仅仅是几秒的功夫，尼克已然失去了意识。此刻的女孩以为这才想起了求救，可再多的呼喊都是无济于事。